梦见鬼是怎样的潜意识心理机制？孤独感对一个人的潜意识影响到底有多大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捉住重要关系中的鬼，孤独比鬼更可怕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捉住重要关系中的鬼，亲子、两性、好友等重要关系中，常常有负面投射导致的人格上的碾压。这部分的伤害如果不能意识到，就会压抑到潜意识中，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，还会化入梦中，成为梦中的鬼。常是不能意识到的坏客体与坏字体的映射。坏客体如坏父母、坏恋人等等，更准确的意思是坏父母、坏恋人身上坏的部分。坏字体也就是坏的自我，并且鬼多有可怕的攻击性，那也意味着所谓的坏客体之鬼，也就是坏客体对我们的攻击性；坏字体之鬼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攻击性。直面自己的鬼意象，意识到重要关系中客体和字体中的坏，会帮助我们看清楚真相。看看鬼让你想到什么。每次我的自我觉醒之路的课上，都会布置一个作业，梦见一个鬼。醒来后，如果没有被吓崩溃，试着保持身体不动，直面这个鬼，进行自由联想，看看这个鬼会让你想到什么。部分学员会顺利完成这个作业。而梦见鬼，比如有一次，一个学员说他梦见了一个女鬼。这个女鬼是谁？他第一时间联想到的竟然是一位密友。这位密友最近和他接触非常多，明显想和他构建更密切的关系，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梦则清晰地揭示了这个答案。这位在他梦中化为密友的鬼在记恨他。实际上，这位学员已经知道这个密友在记恨他，但她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女人，有点像僵尸的感觉了。她严重屏蔽了自己的攻击性，也屏蔽了对攻击性的觉知，结果导致她一直忽视这个基本的事实，也就是这个密友在交往中大量地攻击她。另一名女学员梦见父母去世了，心痛至极，但突然间震惊，觉得家里像是在闹鬼，一幕幕惊心动魄。最后她发现父母都在世，父母和其他家人一起演了一出戏骗她。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她大哭。和我聊这个梦的时候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身上的那份痛楚。当她进行自由联想，她立即想到这个梦或许和两件事有关。第一，她最亲的姥姥去世，父母瞒了她好几个月，她跟着姥姥长大，感情很深，但姥姥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，她担心姥姥不和她打招呼就走了，所以叮嘱过父母，若姥姥情形不对，给她打电话。虽然她在国外工作，但只要一有消息，就会立即飞回家。父母都知道她看中姥姥，满口答应了她的这一要求，但却做了相反的事，这是欺骗。第二，她出国本可以将一只心爱的小狗带走，但还是留了下来，为了让小狗多陪父母散步。因为如果没有遛狗的必要，父母可以一天不出门。每次打电话回家，她都会问狗狗好不好，父母都说很好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哥哥接了电话，愤怒地说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必须告诉你真相，狗狗几个月前就死了，父母为何骗他？他说父母的理由是为他好，这是真诚的，但他感觉父母已经像是没有心的人，不能体会到姥姥和小狗对他情感上的重要性，而且他们自以为知道怎么做对女儿好，所以随意处置了这样的信息。父母是没有心的人，这句话如果纯用感觉性的语言来说，可以这样说，父母虽然活着，但部分已经死去，他们是活死人，是僵尸，是半活着的鬼魂。所以我忍不住对他感慨说，你的父母就是像僵尸的鬼一样出现在你的生活中。家庭像坟墓，僵尸与坟墓是很常见的梦中意象，它可以非常直接地被理解。你周围的人如同僵尸，你的家庭如同坟墓。比如一位来访者梦见一个墓地，有10来个坟墓，每个坟墓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炉子，炉子里有熔岩一样的东西，炉子和炉子之间有通道，
但通道是被切断的。看着这个通道，他在梦中想，如果能把这些打开，让炉子和炉子之间的熔岩流动起来，这些坟墓就会活起来，这块墓地就会充满生机。醒来后，他很快想到，这就是他对自己家族的感觉。家族里的每个家庭都死气沉沉，只有一点点热乎劲儿，而这点热乎劲儿都是由孩子提供的。过去他的确想过，如果孩子之间多一些联系，也许家庭间的热乎劲儿就会多一些。但是孩子们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了。这方面最极端的故事是另一位来访者，他脸上的神情很肃寡淡，看着他，我不由想到了僵尸。他已经40多岁了，单身，但人生像是没有任何动力一样。我多次问他，这辈子你有什么想做而一直没有做的？他每次都回答，别说愿望了，我甚至连想法都没有。这是怎么形成的？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有6、7个孩子，但家里经常鸦雀无声，平静的吓人。高中时，暑假正赶上农忙，家里这么多口人，但每天都是吃饭、干活、睡觉，没有人说话。连续几天这样过去后，他崩溃了，大声哭出来，跑回学校去了。那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期间，没有住宿条件，但他想了各种办法，硬是留在了学校里，不回家了。这是极致的坟墓家庭了，家人们如同僵尸，而自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也会如同僵尸。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会很容易梦见各种各样的鬼，如僵尸、幽魂，连做鬼都没有热乎劲儿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觉知自己，观察自己所在的家庭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看别人常常一目了然，觉得很容易看清楚，其实别人看我们也是这样，而唯独看自己是很不容易的。当然，我们看别人也只是看表面容易，看到深层则很难。而要看到深层的自己，必然要做自我探索。有时候我们会通过观察外部事物来反观自己。咨询时和课堂上，我常问，你这辈子记忆最深的几个细节是怎样的？特别是如果有一个最触动你，那么这个细节是怎样的？每个人最深刻的那几个画面，都会是他一生的隐喻。所以仔细去觉知这些画面，对于认识自己会很有帮助。有时候鬼就是你自身。女子 M 一次在看电视节目，其中有一个镜头让她有了触电般的感觉。这个镜头是一条鱼躲在珊瑚礁里，电视里解说词这样说，她已经在这里躲了很多年了，估计是受了什么惊吓，永远处于发抖状态。节目戏称这条鱼为发抖鱼。为什么会被触动？她说，那一刻她像照镜子一样，她看到这条永远在瑟瑟发抖的鱼，立刻明白他就是这样一条鱼。30多年的人生里，他一直都处于瑟瑟发抖的状态，甚至没有停歇过片刻。他的人生是怎样的？为什么总处于发抖中？原因很简单，他的妈妈一直都在极力贬低他，攻击他。小时候，妈妈每天都会找他谈话，深挖他不道德的地方。长大后，变成就算妈妈不找他谈话，他也会天天去找妈妈谈话，而妈妈一如既往地会攻击他，贬低他。他则为自己进行辩解，妈妈就是在攻击他，并且充满恶意。而他过去一直劝自己说，妈妈都是为了他好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忽视了自己人生最基本的一个事实。然后通过看发抖鱼的镜头，一下子明白了，这就是他的人生。由此他抓到了一个鬼，也就是妈妈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攻击贬低他。虽然妈妈的攻击如此的强烈而可怕，但是私人领域的情感关系和社会领域的权力关系不同。社会领域的权力关系可以有赤裸裸的意识上的欺骗、剥削和碾压，如果自己不笨，这部分很容易认识到。但私人领域中出现的碾压常常不是物质利益上的，而是心理能量上的。为了捍卫自己人格的完整，于是需要将自己的鬼甩到亲人身上。有时候鬼就是你自身。一位脾气特别好的男性来访者总觉得有白色近乎透明的鬼跟随自己，哪怕白天都会有这样的错觉。在一次咨询中，我让他安静下来，看着这个半透明的鬼，将它逐渐视觉化、清晰化。结果在这样做时，这个鬼逐渐靠近他，最后和他融为一体。那一刻，他先是吓了一跳，但接着有暖流流动的感觉。有意思的是，接下来的一次咨询，他说
这周过得特别畅快，想骂谁就骂谁，变得很有攻击性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了？他解释说，以前他不敢攻击人，觉得发脾气显得自己很不好。但自从那个白色的鬼进入身体后，他就想，以后再攻击谁，那就不是我干的，而是这个白鬼干的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这个白鬼其实是他自身的攻击性。他的脾气太好，严重压抑了自己的攻击性，而深入潜意识的攻击性冒进意识里时，就会以白鬼的形象出现。被压抑的攻击性就会化为梦中的鬼。这是关于鬼很常见的解释。做被追杀的梦常常是攻击性被压抑。无数人做过被追杀的梦，一个人、野兽、怪物或者其他可怕的东西在极力追赶自己，怎么逃都逃不掉，并且跑得很无力，而追杀者越来越近。我小时候做过这个梦，印象特别深，追杀者就要抓到我了。我突然想，这是梦啊，我怕什么？但这个梦最常见的结果是被吓醒。这种梦有什么寓意？追杀梦的核心结构就是追杀者和被追杀者，也可以说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，攻击者和被攻击者。梦中的所有部分都是自己，所以被追杀者、被迫害者与被攻击者都是自己，追杀者、迫害者与攻击者也是自己。但梦中我们觉得被攻击的是自己，而发起攻击的则是敌人或怪物。这是因为做被迫害者是会有道德优越感的，虽然这时候的自己像是虚弱的，但确实道德正确的好人。至于迫害者，看似有力量，但他是坏的，道德不正确的。如果常做这样的梦，那就意味着你严重压抑了自己的攻击性。但什么是攻击性？我前面多次提到，生命力天然带着攻击性。虽然你严重压抑了自己的攻击性，那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力是严重萎缩的。既然我们是孝顺社会，奉行听话哲学，那么可以说，只要你想做自己，这就像是在攻击父母，攻击社会。所以，也许你梦中的攻击者有相当的部分来自你想做自己。追杀梦中，追杀者一直在追赶被追杀者，而作为被追杀者的自己一直在苦苦奔逃。也许梦中的追杀者想呼喊的是，别跑了，请回头看看我，抱抱我，我就是你啊。孤独比鬼更可怕。咨询中还发现，很多来访者在一些场合下会觉得有小偷闯入，这会引起他们很大的恐惧。常见的是，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会担心有小偷闯入，或觉得已经有小偷闯入家中。如果有家人陪伴时，这种情形会好很多。但严重时，哪怕身边有家人陪伴，甚至全家人都在，仍然会觉得有小偷闯入，并且这个小偷与一般概念上的小偷不同，他不仅诡异，可以偷偷闯入，而且无比强大，能轻松杀死自己乃至所有家人。可以说，这更像是一个大盗，但又不是大盗，因为大盗有正面交锋的感觉。小偷意象不仅有侵害，更严重的是他的阴险和出其不意，令你防不胜防。那么小偷意象是怎么回事？讲两个例子吧。有一次，一位男性来访者在咨询中讲到了他的小偷意象。我问他，你最近什么时候最恐惧他？他说最近有一次，他单独在家中，觉得小偷进来了，就在他身边巡视，令他恐惧不已。我让他详细描绘这份恐惧，并将小偷意象视觉化。突然间，他的恐惧到了极点。他对我说，吴老师，小偷就在我们旁边，他来到咨询室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欢迎他的到来，就看着他，感受他，然后想象，如果这个小偷可以对你说话，他想说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讲道，小偷说，别害怕，我不是来伤害你的，我是来陪伴你的。讲完这句话，他就嚎啕大哭。他的童年也常处于孤单中，这份孤单很可怕。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偷意象来吓唬自己。虽然恐惧的感觉很不好，但总好过孤单。更经典的是那个常见到白色鬼的来访者，他还常有鬼的意象，一个是鬼孩，一个是鬼妈。特别是在洗澡时，一旦闭上眼睛，就会看到他们在洗澡间里爬上爬下，用恐怖的眼神看着他。所以他洗澡时很少敢闭上眼睛。不过在体验过白鬼与他融合带给他良好的感觉之后，有一次出差，他又在洗澡中开始恐惧起这个鬼孩和鬼妈来。但这次他想试试彻底不抗拒，欢迎他们到来，看看会如何。
于是他闭上眼睛，的确在瞬间出现了鬼孩和鬼妈，那幅景象是蛮可怕的。但他大喊：管你他妈的是人是鬼，就请过来陪陪我吧。结果一瞬间，鬼妈和鬼孩竟然消失了。这一刻他痛哭，也立即明白孤独是比鬼更可怕的感觉。只有你自己。小偷意象还有更深刻的部分，其实小偷就是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。一个也有小偷意象的网友要我解梦，梦中小偷杀死了所有的家人，而没有杀死他，甚至凶杀现场都没有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小偷就是他自己，所以才杀了所有家人，唯独没有杀他自己。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明如大盗甚至恶魔一般可怕，再多的家人都可以被轻松杀死，却会被觉知为小偷呢？小偷的主要特征是偷偷摸摸潜伏着，这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大盗偷偷摸摸潜伏在家中，并且有小偷意象的人也都是众所周知的好人。所以说，这样的好人其实欺骗了自己和家人，他内在恐惧的杀戮欲望潜伏着，而家人和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一位堪称最惧怕小偷意象的好脾气的来访者，一次半睡半醒中，觉得自己脑袋后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，他看不到是谁，但吓得要死。他觉得这是小偷来要他的命的。这是我长期的来访者了，所以我直接对他解释说，这个黑影就是你自己，你的好脾气其实都是伪装的，其实你是最难相处的人，心中充满着爆裂的破坏欲。这个解释让他非常愤怒，他狠狠地攻击了我。这是他在咨询中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攻击我。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次咨询，他说，吴老师，那的确是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就是一个坏脾气不好相处的女人，我嫉妒成性，斤斤计较。我记得所有别人对我的看不起，一直想报复，想还击，但我不敢。那个黑影就是那个爆裂的自己。从此以后，她变成了一个脾气坏了很多的女人，对我不客气，对丈夫不客气，对孩子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孩子和丈夫越来越喜欢她，觉得她真实了。真实的我们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相处的。精神分析师的咨询都是长线程的，它基本可以分为2个阶段：好来访者，坏来访者。第一阶段，来访者通常表现得很好，很配合，很少有不满，但这时咨询师会感觉到他和来访者之间很有距离。第二阶段，来访者开始呈现他们爆裂的情绪，不配合，挑战咨询师，动不动就表达不满，非常挑剔。但是咨询师会感觉到2个人的关系变得真实而亲密了。所以说，真实的自己胜过好的自己。愿我们爱上自己的攻击性，带着攻击性和别人相处，并真正体验到这时的关系更迷人，也更有深度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捉住重要关系中的鬼，孤独比鬼更可怕这2个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